大家好，歡迎觀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們今天要來嘗試維修我的 receiver，也就是環繞音響接收器，或是叫擴大器。雖然我這次維修最後以失敗告終，但是理論上方法是對的，可能純粹就是我的電路焊接能力太差。但是這也提醒各位，如果電路焊接不熟練，遇到某些情況還是換個新的吧。那麼就開始吧。首先，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receiver 的狀態。這是 Sony 7.2 channel 的 receiver， 型號我猜大概是 STRD-H790。它可以開機，但是之後就完全沒有反應了，無法調整頻道 ，LED 顯示屏也是完全是空的，然後它就自己關機了。這種情況通常是保險絲燒了，所以我們就先來更換保險絲。行動前記得拔掉插頭。我們先把機殼拆開，我們先將側邊的螺釘移除。之後移除後面上面的螺釘，就可以把上方以及側邊的外框拿走。打開之後，我們找保險絲在哪。我們在變壓器旁邊找到了保險絲。有變壓器的儀器通常是高電壓，而且含有電容，所以接觸的時候要小心，以免殘餘電量導電導致觸電。這個保險絲很明顯燒壞了，中間黑黑的，我們把它拿出來。然後換個新的。運氣好的話，這樣就解決問題了。很遺憾，我的問題沒有這麼簡單。換完保險絲之後，開機有了 LCD 螢幕，也可以調整頻道。但是過了一陣子，它的螢幕就會顯示 Protector， 然後就關機了。有可能是短路導致保險絲燒壞。而這短路問題沒有解決的話，就會導致 receiver 進入保護模式，而強制關機。有的人說拔掉插頭幾天之後再插上，這個情況有可能就會好，但是我覺得幾率很低。基本上這種情況，我們就需要找到底是哪裡短路了。最有可能的短路會出現在三极管或者是電阻。我們用3用電表試試。這些白色的方塊是2組電阻，它突出的3根金屬，我們可以選擇其中2根來測量，可以測出1組電阻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其他2個電阻都有負值，唯獨這個測出來都是1，也就是錯誤值，這代表電阻壞了。如果用風鳴檔測，我們可以看到其他電阻是通路。唯獨這個電阻是斷開的，電阻應該是要通路的，斷開的話代表壞了。三極管的話則是相反，除非電路工作的情況，不然三極管應該是斷開的。我們用風鳴檔測三極管的其中2根金屬，應該會得到一些數值，但是不會鳴叫，代表這2極電路並不通路。前面這2個，如果你聽到聲音的話，應該是我測量時的2極誤觸導致的。但是這邊有一個三极管，它其中有2極，測量的時候一直都是通路。左邊2極沒有通路，但是只要用到最右邊的那一極，它就會鳴叫，代表短路了。我按照這三极管和電阻的信息，在 eBay 上買了零件。這還有點難買，我查了一下，這 MN2488 下面右邊有個 P， 下面左邊的號碼不一樣的話，好像沒有關係。這白色的電阻上面
2-0.22歐姆其實就是2個0.22歐姆。這 receiver 拆開還挺困難的。我的背板拆下後，我們需要拆非常多的排線，我就以畫面解說，不一一贅述了。上面的電路板很礙事，所以必須要移除。上面的電路板移除了，但是我們還是無法挪動最下面的電路板，因為散熱器卡在上面。我們需要能夠接觸電路板的底部，才可以移除上面的零件。有些 receiver 可以從底盤拆，或從上面來，不過這款好像不行。散熱器的螺釘很深，需要很細很長的十字錐。移除之後，我們把電路板翻起来。三极管有一個螺釘，先移除掉。我們用焊槍融化零件底部的焊接，然後同時把零件往上拉，就可以移除掉了。如果拉不出來，就用一個細的針把零件戳出来。我這邊用尖嘴鉗去頂它，把它頂出來。拿出來之後，我們把新的放進去，重新焊接回去。這邊不知道為什麼，這電阻非常難移除。我們在融化焊接時，可能損壞了一些電路板，這可能也是最後維修失敗的原因，或是也可能我們焊接回去的焊得不好。照着拆的相反的方法裝回去，不過真的還挺困難的，所以這些步驟也可能影響了最後的成果。
雖然我們最後維修失敗了，但是理論上應該是沒有錯的。但是就維修難度以及零件購買的困難程度，我建議還是直接買個新的吧，這樣我們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，請按讚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我會盡量更新各種居家資訊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。非常感謝，謝謝收看。居家101內容主要分為維修、維護、安裝、升級、清潔以及產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經費來達到最高的生活品質。各位用不到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視頻能對你有幫助。謝謝。